于女士，你是否愿意嫁给赫连泽先生，尊重他，接纳他，永远对他忠贞不渝，直至生命尽头？他不愿意。这是要抢婚？什么情况？这台词，这场景，这不是我昨天熬夜看的小说吗？我这是穿书了。月月，你爱的人是我，你怎么可以嫁给他？这穿越的流行也是让我遇上了。接下来是什么剧情来着？查查看。月月，我喜欢你，我一定会娶你的。月月，我创业也是为了配得上你，你放心，你给我的钱我后一定10倍奉还。于月，你能不能收收你的大小姐脾气？我受够了。等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错了再来找我。果然是个渣男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哪来的神经病，跑到我的婚礼上胡言乱语？我认识你吗？你算哪根葱？保镖把他扔出去！今天就算天上下刀子，我也要嫁给赫连泽。确实好爱我的妻，可惜左手没力，扇的两边脸不对称。哪里来的声音？你也听到了，是月月的声音吗？月月，我们不吵架了好不好？我愿意娶你。还真是好爱。穿的人模人样的，是打算当场替换新郎了？你有证据吗？没证据，我可是要告到你倾家荡产的。死渣男，收余家死对头的钱，计划抢婚不成功，再上演一出真假千金戏码，非弄得余家鸡犬不宁不可。我能听到他的心声。你也听见了吧？月月是不是说话了？可是月月没张嘴。他们也能听见于月的心声。死渣男，骗钱就算了，还和别人串谋想搞死我，老娘先搞死你！月月，月月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娶你，我们马上去领证。还领证？别逼老娘再给你几个大饼，扇得你妈都不认识。月月，你爱的人是我，是我。于二小姐，她看起来很爱你，真的忍心拒绝？你可真大方，把新娘子拱手相让。我只是尊重真爱。这颜值，这身材，睡一睡好像也不亏，谁看了不迷糊啊？老娘要是逃婚，余家、赫连家都要玩完。我家死的死，残的残，你家废的废，傻的傻。联姻就好好联姻，少整幺蛾子。白脸演技女该来了。什么白脸演技女？月月在说什么？我才是余家的二小姐。他们两个长得还挺像。当然长得像，照着整的嘛。反正今天主打一个闹场，真正的商战真是又脏又缺德。我才是余家二小姐，你只是一个保姆的女儿，占了我的位置20几年。爸妈，我才是你们的女儿啊！他们在医院把我调包了，却待我一点也不好。这演技不颁个奖真可惜。虽然成功几率低，但不是没有。可怕的是万一成功，余家会万劫不复。反正我站在这里，任白莲女怎么演都没用。下次去贵点的医院整，太明显了。作为演员，应该好好打磨演技，还调包，怎么不说是我爸的私生女？我妈生孩子里里外外多少保镖守着，哪有机会调包？好啊，你自愿找打，我绝不客气。我的鼻子！咦，刚刚手感好像有点不对劲。二姐，下手轻点啊，人家整张脸都是假的，打坏了怎么办？消消气，自己动手多痛啊！婚礼继续。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
这婚我也结定了。于月小姐，你是否愿意，无论顺境或逆境，富裕或贫穷，健康或疾病，你都将毫无保留的爱他，对他忠诚真远？赫连泽，不管你之前怎么想的，从今天起，咱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。穿书又怎样？命是自己的，谁说女主角一定要按剧本走？她和传闻中的于二小姐完全不一样。原神真是个恋爱脑，被渣男 PUA 的送车送房送钱。月月，我妈妈和妹妹很喜欢你给准备的房子，你放心，她们一定会喜欢你的。月月，你的车能不能给我用用？我出去谈生意也有面子，这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。我会把你失去的都拿回来。大哥，你好好查查他们。以前我送了不少东西给渣男，麻烦帮我要回来。那是我的钱，不拿回来睡都睡不安稳。二妹放心，是你的，谁也抢不走。渣男和白莲女没闹起什么水花，于家外有死对头虎视眈眈，内有三叔等一刚奸细。首先换一批保镖，不换我不放心。放心，万事有大哥在。大哥威武，大哥霸气。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，旁的不用想，赫连泽不错，你们好好相处。我的霸总老公当然不错，高颜值、大长腿、8块腹肌，谁顶得住？不得不说，霸总老公颜值真扛打，就是仰头有点累。你们夫妻俩聊，我去找爸妈。聊什么？大晚上的孤男寡女，还能聊出什么花？那个大哥，慢走。你脸好红，喝醉了。宴会快结束了，我们回去。这一夜才刚刚开始。对了，我这便宜老公可是霸总呢，应该还挺有钱的吧？赶紧查查。想到有钱，没想到这么有钱，胡同成为豪门了。个十百千万，这是几个零？房产、基金、股权，这到底是谁的资产？赫连泽，你到底多有钱？她好像很震惊的样子，挺可爱的。对了，我们家地址多少？我饿了，点些吃的，你要吗？回家和爸妈一起住，还是去单独的别墅？当然去单独的别墅，和长辈一起住多尴尬。行，正合我意。这是住宅区，这是庄园吧？外卖小哥能把外卖送进来吗？我的饭，我的奶茶，我的冰淇淋。这外卖小哥能进来吗？没事，让他送进来吧。我跟保安打个招呼。啊。于月，我们结婚了，今天是新婚之夜。我们只是联姻的关系，绝对不能假戏真做。哦，领证了吗？还没，明早就去领。那明天再说吧。他怎么这么有吸引力？别以为这样就能打动我，我才不会这么轻易动心呢。这样紧实的线条，手感一定很不错吧？光看多没意思，要不要让你摸一摸？该死的男人这么有料，别以为你能如愿，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不，我拒绝，我是社会主义接班人，不为美色所迷。这女人内心狂野，结果有色心没色胆。妈让我们回家，介绍你认识亲戚。唉，想逛商场，想买喜欢的衣服包包，还不想花自己的钱，苦恼。夫妻共同财产拿去刷。哦，知道，这套路我熟。副卡嘛，动不动就停卡或者限额。主卡不限额。啊，这男人帅的人神共享，爱了。这主卡不限，傻瓜。这婚结的太
了。嫂子，你有什么忌口没？我让厨师注意。没有。哥，你也做啊。赫连家的二儿子啊，后来出车祸变傻，挺惨的。刚结婚的小两口就是好，到哪儿都一起，不像我们这些老夫老妻各有各的事业。对，你们表面恩爱，实际各玩各的，不得不说真是夫妻，口味都差不多。外面的加起来能绕地球一圈了。小泽那么会赚钱，当他的老婆哪用做什么？每天躺着也能数钱。是，你倒是想，可你的副卡老公想停就停，还不敢闹，忍气吞声帮着养别人的孩子，还每天专怪女儿不争气。谁不羡慕小泽这样的孩子，能赚钱又孝顺，天天打击儿子不如别人，逼得孩子差点想不开，就这还不长记性，有你后悔的。小泽结婚了，什么时候生个大胖小子？你爸妈可盼着抱孙子呢。老婆，会说多说点儿。赫连老爷，好久不见。泽哥哥，我好想你啊。嫂子，你别误会，我和泽哥哥是远亲，好久没见才……不是好久没见，我根本没见过你。既然是远亲，就该懂点规矩。我和老婆刚结婚，不想产生不必要的误会。你们一家出去吧。什么亲戚？我看你眼珠子都贴到我哥身上了。说好的逛街呢？怎么就变成了坐冷板凳？没有看上的，不然回去让人定制吧。泽哥哥，好巧，你也来逛街啊？哟，我一个大活人在这儿愣是看不见呗。泽哥哥，我请你吃饭啊！当着老娘的面撬墙姐，够的。呀，你的脸怎么往我手上撞呢？嫂子，我不过跟泽哥哥说句话，你至于这么生气吗？我们不熟，少一口一个哥哥，而且你的脸弄疼我老婆的手了。好好的女娃子，正事不做就想着拆散人夫妻。你大爷还是你大爷，会说就多说点。大爷，您说的太对了。小宝贝，看这里呀！他们怎么还没来？二姐，你可算来了，三缺一，快坐下。二妹夫，进来坐吧，让他们姐妹玩闹去吧。大嫂呢？她没来吗？我天，我对大嫂好像有点印象，玩得挺花，这么离谱的事情，难怪大嫂缺席，原来是找刺激去了，一个不够还找了2个，玩得真够花。我就说大哥这样秀的人，原来是他最爱的大嫂给了致命一击，绿油油的头顶啊！大嫂出生就是富家小姐，被爸妈严格要求只能听安排，长久下来，内心被压得扭曲，表面装的温柔，背地里在酒吧玩得疯。男人换了一批又一批，嫁给大哥后发现大哥安于生活，反而嫉恨大哥，把气都撒在大哥身上。大哥一个人扛下余家所有事，心力交瘁的时候，大嫂摊牌离婚，还说小侄子不一定是大哥亲生的。大哥受不了猝死，他直接跑了，留下孩子寄人篱下。这什么破剧情？那女人这会儿就在酒店风流快活，长痛不如短痛，得赶快去。饭菜还没做好，大家都饿了，不如我们去酒店吃吧。我知道一家味道不错。我也饿了，就去酒店吃吧。我有一个朋友说大嫂和朋友在这里聚会呢，我们也去打个招呼吧。好，我也该认识一下大嫂的，一家人日后碰到也好认识。很快就不是一家人。走吧。谁呀？挑什么挑？我们没叫客房服务，别打扰。你大嫂订的房间怎么是男人的声音？房间号没错，就是你们叫的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进去。
我们处理家事，不相干的，滚！你没话说吗？说什么？大不了离婚，我还能分你的财产。哦，对了，儿子未必是你。你怎么说得出这种话？大哥对你哪里不好？他就是有恃无恐，故意来恶心我们。孩子我会做亲子鉴定，是我的，抚养归我；不是我的，你等着被起诉。江家我也会好好招待。你要对付江家，一定要让他们破产。当初们把我嫁给你，最后你毁了江家，我一定好好看他们笑话。疯子，你就是个疯子！别骂了，越骂他越兴奋。在父母的严苛要求下，他的内心早已扭曲，一方面胆怯不敢明面反抗，一方面恨不得和他们同归于尽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不想怎么样。其实大哥也不是非离婚不可，豪门嘛，表面夫妻多了去了，各玩各的，谁也别管谁。以前是我们疏忽了，以后我们会加倍要求你做个好大嫂。现在是我们不愿意离婚，我知道你根本不敢起诉离婚。从今往后，你晚上没有一点自由时间，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带孩子，哪儿都不许去。于月，你别欺人太甚！大哥不离婚，但江家我们肯定还是要打压。等江家破产了，看你还有什么本事叫嚣。你没钱，连于家大门都不敢出，什么享受都没有。你现在用的还是我大哥的卡，明天就给你停了。我记得你不会开车，我会交代家里司机，以后不许单独载你出门。我会亲自给你挑衣服，从头到脚都给你搭配的完完全全符合于家大少奶奶的身份。你可要好好演，千万别演砸了。既然不离婚，日子总得接着过，对吧？我天，狗男人好帅！什么克制有理就是温吞窝呢？身为一个男人，满足不了妻子，就是你的错。现在拿点钱离婚，还是接着过，你自己选。不能过那种日子，被各种要求束缚，这也不许那也不行，我早就受够了。不，离婚更好，拿到钱还能气死他们。这一次必须摆脱。500万，我答应离婚。一言为定。原来小侄儿真的是大哥亲生儿子啊，难怪从小就乖巧懂事。随大哥。软糯糯的，我们小宝贝太可爱了。好，好，好。咱小侄儿叫于有信，长大后脾性完全随大哥，是个温柔深情的好男人。就是原剧情里太虐了，以后我们肯定不让他走老路。二姑，你刚刚说话了吗？小孩子家家别乱想，快吃饭长高高。这孩子以后一定会被爱包围着长大。大哥的事总算解决了，接下来剩下弟弟妹妹，先躺几天好好享受，且终于走上人生巅峰了。你觉得我们去哪里度蜜月比较好？度什么蜜月？在家躺平不香吗？我就是问问，你不愿意的话就算了。没感情的联姻，两家合作结束，谁知道会不会离婚？在这之前能花就花，多花一点就是赚。你送出去的车和房子拿回来了，他们用过，知道你嫌弃，换算成差不多的金额转给你。你这些年花给他们一家子的钱还在追讨，到手立马给你。谢谢大哥。对了，你之前的公司一直是唐特助在打理，你有时间也去看看。之前心思都在那个死渣男那儿，现在醒悟了，也该担起责任了。
大哥，你放心吧，我这就去看看。这就是我的公司啊，还挺有规模的嘛。你好，小姐，你找谁？请问有预约吗？你好，我是来应聘的。你好，女士，请稍等一下，我是来应聘的。你的简历呢？没有。这么说，我们招的岗位你都没有相关经验？没经验可以慢慢学，但我们公司经常需要加班，你能接受吗？经常加班有加班费吗？这个岗位可能不太适合你，建议你再考虑考虑。老李，那是我家亲戚，一个打杂的岗位你都不肯给，怎么回事？赵经理，他一没学历，二没经验，安排打杂已经很给面子了。少跟我说这些，重新给他安排个舒服的岗位。猪鼻子插大葱，你装什么像？走后门都走得这么理直气壮，怎么？你家所有亲戚都要安排进来混工资吗？你哪来的？少管闲事儿！保安呢？把他赶出去！赵经理，您别生气，他就是来应聘的，不懂规矩。不好意思，你的应聘没通过，请你马上离开。唐特助，我现在就在公司，你过来一趟，我有事找你。我认识唐特助。请。于小姐，您稍等，我给您倒杯水。于总，这位赵经理利用职务之便，给亲戚走后门安排混工资的岗位，你看着处理吧。降职降薪，您看这样处理可以吗？可以，公司的事你拿主意就好。那是赵经理，活该！提着包跟太监似的。原来这是一家广告公司。Boss， 你没事吧？你不是不苟言笑的高冷霸主吗？怎么结个婚人设都崩了？老婆刷我的卡买东西，她果然很爱我。别碰我，只有我老婆能碰。赶紧签字，合同放这儿。这个项目风险太大，先拖着不签。我跟进了这么久，你说不签？为什么？风险太大，你去查一下，是谁把这个项目递上来的。现在下午2点，你要去哪儿？下班回家陪老婆，你个单身狗不懂。在原地等我。干什么呢？走吧，我带你去看电影，然后吃饭。陪老婆看电影吃饭，手牵手压马路，多浪漫啊！有车不坐，非得压马路。霸总不用上班吗？拉着我发什么癫？脚好痛，到底要走到什么时候？老婆好像不开心。电影没看懂，晚饭不好吃，不知道要走到哪儿，我马上就想翻脸了。对不起，我们现在回家。
所以我们出来就是纯走路。想到这儿，我更想翻脸了。约会不管用啊，惹老婆生气了怎么办？在线等。你是不是傻？没谈过恋爱，还没看人谈过，约会前问过对方同意吗？关注对方当时的状态了吗？我接人的时候问过了，去不去看电影？他说都行。问看什么也是都行，吃什么也说随便。我这不只能自己决定吗？为什么他还是气到想翻脸？那既然不感兴趣，为什么不直接拒绝？也可以提议他感兴趣的事儿啊。现在我真信了，你堂堂赫连总裁真的没谈过恋爱，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。嫂子不拒绝，一半是出于礼貌，一半是给你机会啊。一开始不感兴趣，你做好了能让他慢慢感兴趣，结果你做的太差了，完全不行。这比谈几个亿的合同难多了。就算能听到老婆心声，也猜不透心思。我以为的浪漫，他根本不觉得浪漫。现在他都气到想翻脸了，他肯定对我很失望。我连约会都做不好，我真不行。老婆心疼我了，挽回有戏，大不了撒撒娇，跟自己老婆要什么面子？怎么一副可怜兮兮的小狗模样？这谁还能接着生气啊？啊！威风凛凛的狼狗撒娇，颜狗根本顶不住啊！算了算了，又不是多大的事儿。新婚夫妻真好，什么都能当情趣。二姐，我陪顾望在录节目，你是晚上见我，还是直接来录制现场找我？顾望，于梦没公开的男朋友，新晋顶流，选秀出道，靠着于梦砸钱砸资源才红起来，真是一家两个恋爱脑，绝了。他早就劈腿了，现在合同快到期了，还要跳槽去周连的公司。原来的剧情里，于梦死缠烂打不分手，被顾望找人撞死了，司机顶罪，顾望还接着混得风生水起。死渣男，等着吧，我来了。我到了，出来接我。二姐，你今天好漂亮啊！那是，走吧，我们进去。周连走清纯小白花路线，我就跟他撞风格。撞风格不可怕，谁丑谁尴尬。我对自己的脸有信心。二姐，你先坐这儿等我，要开拍了，我去看看顾望准备的怎么样。有什么好看的？渣男和小白花花正打得火热，这会儿肯定贴一块儿。顾望和周连，二姐肯定误会了。顾望跟我解释过，都是媒体胡说的。开拍前有个学员出意外退出了，导演要么减人，要么找人顶上。现在找不到人，4队缺了一个名额，前2期只能少人硬录，第3期找人也不行，录2期就淘汰了。小梦啊，你手底下有没有能临时救场的人？有个学员路上出意外来不了，想找个人补上。他不就是你带的人吗？让他顶上啊！啊？正面刚好像也行啊。不是的，副导，他不是娱乐圈的，我可以顶上。虽然我不会演戏，但我会努力的。二姐，其实你没必要非要，反正我就是临时顶包的，演成什么样都没关系。要是分组能跟渣男小白花分到一组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各组准备。这个不错。哪里冒出来的女人，偏偏跟我撞风格，长相气质都比我好，节目播出去肯定全拿她跟我比。姐姐你好漂亮啊！哟，小白花主动找上门了，来啊，谁怕谁？对付这种人，就得用魔法打败魔法。多谢妹妹，你也还不错。姐姐长得这么漂亮，一定很多追求者吧？今天是来看哪个朋友呀？哪里，还是妹妹更招人喜欢呢？啊，我哪比得上妹妹啊？听说你的绯闻男友也在这儿，我还好奇你们是不是真的呢？姐姐说什么呢？我们就是普通朋友，都是媒体乱讲的。我觉得你们特别般配，要不要干脆发展成真的呀？于梦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是不是眼睛不好？我推荐你去看眼科。周连明明在跟我说话，跟于梦有什么关系？你没事就好，不用跟他们瞎聊。什么叫不用跟我们瞎聊？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，你莫名其妙冲过来发脾气，阴阳怪气，真当我们好欺负吗？于梦，
管好你的人。真是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。三妹当初到底看上他什么？论长相，比赫连泽差远了，连5弟都比不上，体型更是垃圾。要不是三妹砸资源，他什么都不是。这种人留着过年吗？我的人怎么了？我的人说的不是实话吗？你不问青红皂白过来就骂我们，谁给你的脸？你那么关心他，怎么不把他锁在家里别出来？最好马上给我道歉，不然我不会原谅你。是你先口出恶言，该道歉的是你。好得很，你别来求我。还没到无可救药的地步。在原来的剧情里，这个时候我逃婚被渣男一家逼死，假千金的事闹得家里焦头烂额，三妹受了委屈也不说，结果顾望直接找人撞死他。我和他的死讯差不多同时到家，对家里就是双重打击。那个男人会杀了我。你要自己查，还是我让大哥帮你查？看完他这些年做的事，你再做决定。人生本来就不是一帆风顺，输了怕什么？站起来接着走就是了。我自己查，我要亲手揭开一切，只有亲眼看到他的真面目，我才能死心，才能重新开始。我不能让你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我，你也知道我心里有你。让你。原来姐姐真的是素人呀，一点都不会演戏呢。对啊，哪比得上你？起床就全妆，估计睡觉都带着妆呢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美女，我对你没兴趣。我看你也就1.7米吧，我穿高跟鞋都比你高，长得也就那样，还顶流爱豆呢。我1.8米，哪来的1.7米？骗谁呢？你就是虚报身高也改不了五短身材的事实。男人短点怎么了？反正你身边的女人不介意。姐姐不要乱说，我和他真的只是普通朋友。哦，原来普通朋友就能半个身子挂在别人身上啊！今天学到了。顾望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好。台词内容。天啊，大型社死，让我找个地洞钻进去吧。很美。犯规啊！这双眼睛看谁都生气，狗男人！他们跑到官博底下评论，在抵制你。你不喜欢这2个人，要我帮忙吗？这事儿得三妹自己收拾，不用我们插手。我现在看到他只觉得恶心，他敢做这些事，我就敢曝光，让他身败名裂。不枉我把黑料都给你，终于醒了。第2期录制倒计时30分钟，各组开始选剧本。我选现代剧本。我觉得这个更有挑战性。嗯，我来演大反派，其他角色你们自己选。我觉得你有潜力，没签公司的话，可以考虑我这边。我愿意。你想好再给我答复也没关系，先吃饭吧。恭喜啊，挖到宝了，他肯定能让你大赚。但愿他不是第2个顾望，公司现在缺人的很。二姐除了他还有没有推荐？人才要么自己挖素人，要么去别家挖。你看左前方那个讲册，你可以试试挖他。他和季老师是老搭档了，但现在一个谈感情，一个谈钱，肯定要死。老师，原剧本好好的，为什么非要改的女反派爱上男主？女反派就不能好好搞事业吗？女反派必须爱男主，谁规定的？就不能改？不改是吧？那你自己演，我不演这垃圾玩意儿。叫编剧组过来，演不了就别演。你多大的咖，还挑剧本？我不是咖，但我有眼睛有审美。女反派必须爱男主，他是反派，当然看不上男主。在他眼里，男人都是垃圾。反正你这样的我肯定看不上。你要不照照镜子，就算没镜子，撒泡尿也能照照。你大可自认为天下第一帅，没人拦着你。你，贺兰熙然，你敢伤他，我必与你不死不休！我期待你的不死不休。
杀我！来日我必杀你！我更好奇你今日如何逃。想救他，勇气可嘉。如果你们3个只能活一个，你选谁？你选不出来，或者说你只想自己活，只是怕坏了名声说不出口。改剧本了吗？看啊，一个你心爱的女人，一个情同手足的兄弟，他们都没看穿你心里的肮脏。不，我们都会活着出去。改得真好，得接着他演下去。好兄弟，不用在意我，我年纪大，本该我来扛，所有罪责都推给我就好。我受罚，你出来哄2句就行，我绝对不会怪你。你说爱我，却转头就跟别的女人暧昧。你说我是特别的，最后仇家找过来遭殃的总是我。你莫哭，我爱的只有你，她们只是我妹妹，别闹了。我答应只娶你一个还不够吗？你连我妹妹都容不下。我说要娶你就一定会娶你，你懂点事儿行不行？哪里的声音？我求你放了他们，要杀就杀我一个！我这么优秀，为我付出是他们的荣幸。到底谁在搞鬼？我亲如手足的兄弟，我心中最爱的女人，我一个都不会舍弃。你休想挑拨离间！手足兄弟，替你受罚的时候当然是好兄弟，心中挚爱。漂亮女人总该有点优待不是吗？花了一个能力值，把排练时候的声音录得清清楚楚。改剧本的时候就想好这一出。女主男配本来就不甘心当背景板，刚好顺水推舟，完美。没话说了，怎么不接着装了？他们都被你骗得团团转呢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。呵呵，真心值几个钱？他们对我有用，我才应付2句罢了。原来这就叫虚伪啊，竟然还能这么演。你们果然不记得我了。你们口口声声说拯救苍生，当年和蛇妖打架烧了整个村子，我全家人都死在火里，我爹娘兄嫂还有我年幼的弟弟一个都没活下来。我磨破脚饿着肚子上山讨公道，你跪下来哀求，让别人替你受罚，最后只罚了你面壁思过。那么多条活生生的人命，在你们修行人眼里根本不值一提，甚至还想杀了我灭口。原来是你这个余孽！师兄师妹，跟我一起斩妖除魔！师弟，当初就是你和蛇妖动手，不顾百姓死活，最后是我替你去面壁思过，我还被师父训斥关了禁闭，你这个罪魁祸首一点事都没有。凭什么？你们疯了吗？妖女就在上面，你们不打她，跟我计较这些？我们会禀报宗门，你死于妖女之手。我们能给你作证，你乖乖去死就好了。你的那些红颜知己，转头就把你忘了。天底下2条腿的男人那么多，你有什么特别的？我喜欢这个戏码。真遗憾，死得这么简单，还有很多故事没说完呢。剧情很新，让观众眼前一亮，大家演的都很好。我听说你一开始不满意改的剧本，后来重新改了，但是刚才演的好像也不是最终改定的版本，是临场发挥吗？当然，我相信大家都是好演员，肯定能接住戏。终于演完了，提前给大家打个预防针，等爆渣男黑料的时候，大家别太惊讶就行。总算没白忙活。恭喜恭喜！月姐，你今天拿了第1，等下选队友你还选我好不好？
我肯定不给你丢脸，好好演。没话说了，怎么不接着装了？他们都被你骗得团团转呢。愉悦。啊！快删掉，所有痕迹都要删掉。顾望合约已到期，不再是公司艺人。喂，于梦，你赶紧公关，说这些都是伪造的。是不是伪造的你自己清楚。合约没到期，律师会找你索赔，你有多少资产我清楚，赔得起。你，于梦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被我扔了，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。于梦，我以前瞎了眼喜欢你，现在想想都觉得耻辱。于梦，你乖乖踩缝纫机去吧。我的好二姐，你说苏七秋有潜质我才签的，你不能不管啊！你带他两期涨涨热度行不行？好不好嘛？好了好了，我答应你就是了。姐，你快看，他发了新造型，跟原来判若两人了吧？还不错哦。姐，到了，该下车了。几百万违约金我又不是付不起，犯得着巴巴来上班吗？还不来扶本宫下轿？恭请娘娘下车。蒋策和他家艺人闹翻的事要发生了吧？也就是这2天了。苏季秋，过来吧。我演那个死去的富家千金，躺着就行，其他角色你们分。干脆把后半段全改了，让观众猜不到凶手，不香吗？姐，下班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不着急，再等等。本来昨天就该出事，伊人犹豫了，今天终于下定决心。本来的结局就是伊人得手，蒋策告诉妻子真相，妻子受不了，精神衰劣，最后离婚。蒋策离后，伊人还纠缠，蒋策受不了自杀，伊人也跟着自杀了。今天必须阻止。你好，可以帮我查一下我朋友蒋策在哪个房间吗？不好意思，客人的隐私我们不方便透露。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有什么事吗？伊人老师，你也是功成名就的大前辈了，怎么能做这种事？蒋哥有妻子，你们合作10年，你这样会毁了他一辈子。你们都知道了，我也不想这样。他这么长时间，我受不了他天天在我面前笑，我却只能止步是同事朋友。我知道他有老婆，我没想要结果，就这一夜。就这一夜，然后呢？你真的满足吗？哪怕这一夜毁了蒋策一辈子。我能怎么办？我爱了他10年，看着他结婚生子，我连说爱的资格都没有吗？我真的爱他。这么炸裂的吗？你说的对，我不该一时冲动，谢谢你们拦住我。等节目结束我会自首，也会给蒋哥道歉，给你们添麻烦了，真不好意思。老师想明白就好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们送蒋哥回家。好的，麻烦你们了。事情应该结束了吧？当然没结束，10年压抑的感情哪是几句话就能打消的？伊人本来就是事后演给我们看罢了，就算最近会消停，以后肯定还会动手。
喂，蒋策妻子吗？我是于梦。蒋策他今天喝多了，我让朋友送他回去。爸爸，蒋哥就是喝多了，睡一觉就好，嫂子放心。谢谢你们啊，留下吃个饭吧，我马上做好了。蒋哥最近压力大，你多劝他休息，多陪陪你和孩子。我知道了，谢谢提醒。你们真的留下吃饭吧。不了，我们不打扰了，走吧。姐姐再见。只有千日做贼，没有千日防贼。我得想办法让伊人知道厉害。我想重新改剧本，改完可能成绩不好，大家介意吗？改啊，想改就改，成绩不重要。蒋哥，你肯定没法跟伊人继续合作了，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公司？待遇好谈，我不是挟恩图报，就是给你个选择。你这么优秀，肯定有更好的未来，躲着不是办法，总得解决。怎么睡着了？去洗把脸，醒醒神。好的。全是白的。林少爷，请尊重死者。呸！什么死者？他呀，死得好，长得不错，可惜我还没试过。林少爷，你好歹是他未婚夫，怎么能这么说话？谁稀罕这个未婚妻？二姑娘，大姑娘有我守着，你不必亲自过来。死了还不安腾？二姑娘，我说的不对吗？死了还能勾搭你们一个个半夜过来，好本事啊！守夜有丫鬟，你们来做什么？我不是他未婚夫吗？来看看怎么了？未婚夫？你这未婚夫还有脸提？大姐姐可是衣衫不整死在床上。二姑娘，大姑娘到底是你姐姐，你怎能这么说话？我没脸，当初不知道是谁背着你姐姐勾搭我。那又怎么样？能被我勾走，说明你也不怎么样。你们能不能尊重死者？你就那么确定杀他的采花大盗不是我？若是你，他不会死。我倒希望是我，没尝过他的滋味，我不甘心啊。你果然就是个垃圾。我还想着你们姐妹能一起嫁我，为我争风吃醋，可惜她死了，要不你代替她？所以真的是你杀了大姑娘？哟，老管家，想为大姑娘报仇？大姑娘是我从小看大的，我当然要报仇。林少爷，是不是你？还是二姑娘？你一直嫉妒你姐姐，见不得她好，你们早就勾搭在一起，杀了她还要污蔑她，我不允许，绝对不允许！我要杀了你们！我要为大姑娘报仇！杀了我的不就是你吗？你是人是鬼？明明是你，
打着爱我的名号，把我未婚夫赶出去，不让我和妹妹玩，孤立我、软禁我，让我只能依赖你，不是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是他先背叛你，我只是不想你伤心，他配不上你，我是为你好啊！不，你只是满足你的私欲，你的爱护让我喘不过气。我没想回你，我没想杀你，我真的爱你啊！我比谁都爱你，我有什么错啊？所以你就毁了我，在我婚期将近的时候毁我清白，害死我，对不对？你明明知道会有什么后果，你还是做了，打着爱的名义伤害人，你的爱真恶心，还逼死了他。我和姐姐一母同胞，你处处阻拦我们来往，他和未婚夫青梅竹马，好事将近，你看见了就慌，最后变成这样。我没想害死他，我真的爱他。你因为这份扭曲的爱变成了魔鬼，就算我那天活下来，也没办法再活下去，我只能死，不辜负未婚夫，不辜负妹妹，也不欠你的养育之恩。蒋哥，我再邀请你一次，希望你好好考虑。于月是好苗子，你带他来为什么不签？这么好的苗子，你不会看着被别人抢走吧？让我带他，我就跳槽过来。一言为定。等你好消息。有事回去说，你这样子丢不丢人？姐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姐，蒋策答应过来了，但是他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蒋哥真答应了，签下你，他带你。你同意了，所以来缠我。那可是金牌经纪人蒋策，姐你就勉为其难签一下，好不好？姐，你就签了吧。我本来就是临时凑数，你让我签约进娱乐圈，你脑子进水了？我叫大哥来管管你。别啊，姐，你挂个名就行，每个月还给你发工资，很划算啊。不上班还拿钱，听起来不错，谁会嫌钱多啊？这俩姐妹，我们把蒋策拉过来，我分你公司股份，躺着收钱不好吗？以后每个月我再送你一个最新款包包，怎么样？最新款包就想收买我？赫连泽黑卡都在我这儿，我缺包吗？不如来点实际的，珠宝首饰。那以后每个月送你一套珠宝行不行？你出席活动的衣服全给你包了，量身定制高定。姐，你考虑一下。这还差不多。先说好了，我只拿钱，不一定干活。没问题，我马上准备合同。耶！累就别录了，我们又不缺钱。我答应三妹签她公司出道了。你喜欢演戏，我手里正好有资源。又帅又有钱，情绪还稳定，现在居然是我老公。饿了吗？想吃什么？西红柿鸡蛋面，再加一盘臭豆腐。不爱吃是你的损失，错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你进娱乐圈我支持，但是有些戏不能接。你是有老公的人，注意安全和尺度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他怎么感觉像是在表白？谁顶得住啊？好想摸头，想摸腹肌，想亲他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和别的男人亲密我会吃醋，你受伤我会担心，所以别看别人好不好，照顾好自己，好不好？他在诱惑我，绝对是诱惑我，是个男妖精。我吃饱了，上楼睡觉了。晚安。于月小姐，录制结束一起去喝一杯怎么样？不行，我结婚了。姐夫，有人挖墙脚。抱歉，就当我刚刚的话没说过。才刚结婚就有人来挖墙脚，当我这个正牌老公不存在。明天我们去节目探班，你准备好送给全部工作人员的礼物，不能小气。好的，老板，绝对到位。
赫连泽，哪来的金主爸爸？居然这么年轻！你怎么来了？以前看小说看到这种霸总探堂，我激动的一脸姨母笑，真轮到自己，怎么就只有尴尬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，那么多双眼睛盯着，太难受了。工作忙完了，过来探班。还有，我想你了。靠啊！别人说这种话都觉得油腻，为什么他说出来就这么帅？但是这种像猴子一样被围观的感觉，我可以死，但不能社死啊！我们总裁还给大家带来了探班礼物，现在就发给大家。败家，太败家了！来探班没问题，送礼物也没问题，为什么要送给我讨厌的人啊？我连扔的垃圾都不想便宜他，何况这么贵的名牌包。大家都是同事，送点小礼物不成敬意，他除外。又不是你送的礼物，凭什么收回去？这位哥哥，你瞧他多小气啊！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姐姐，之前就一直针对我，现在连礼物都不给我。狗男人，难不成是在吃老娘豆腐？有点痒，再不住手，小心老娘剁了你的爪子。就不给，你能怎么样？我的东西凭什么给你？什么你的东西？分明是这位哥哥的。是吗？好哥哥。不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说不给就不给。听见没？包是我的，想要就拿钱买啊，一个包而已，你们不是买不起吧？咱也不多赚你们的，原价多少你们给多少，够良心了吧？还不赶快下手？我不要行了吧？谁还没见过包啊？啊，对对对，你说什么都对。这写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男主渣的没眼电，活该最后破产。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家有贤妻，如有一宝啊？不行。什么不行？你想什么呢？接吻肯定是借位啊。借位也不行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改剧本。还有一天就上班，来得及吗？您想怎么改？不许写老公渣老婆，要写老公爱老婆；不许写别的男人上位，要写老公老婆从一而终；不许写任何伤害老婆的行为，老公做的也不行啊！你能做到的，对不对？我尽量改。您还有什么吩咐？这个老公，我来演。你会演戏？上学的时候演过话剧，当年我考话剧社抬柱子，没问题。没想到霸总老公还会演戏，这算是解锁新技能了。节目可以邀请助阵嘉宾吗？我记得没这个规则吧？只有我这组多个人，会不会不太好？我们总裁想当助阵嘉宾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我立马改规则，下一期直接增加助阵嘉宾环节。好没骨气，好没原则。This is a test. Can you hear me clearly? 不管说话声音有多好听，对我来说都跟催眠曲一样，真的让人昏昏欲睡。干什么？好好开你的会，抓我的手做什么？我的奶茶！想不通一个霸总为什么要抢我的奶茶。要不是看在你开会的份上，高低得阴阳怪气你几句。想喝自己不会让人去买啊，抢我的算怎么回事？等等，我的保温杯这么小巧，该不会装不下中杯吧？
亏了亏了。老婆心里思绪叨叨，真可爱。刚才喝过一口，这不就是间接接吻吗？老婆的红唇看起来又软又好亲，什么时候才能真正亲上？高冷严肃的总裁居然在笑。老板这副不值钱的样子，这照片男帅女靓，随便一拍都能当壁纸，根本就是爱情的见证。算了算了，很难想象他俩之前都是素人，没演过什么戏，居然这么自然。天赋这东西，真是羡慕都羡慕不来。霸总老公真的好忙啊，吃早餐的时候都在打电话说工作，下班回家还在处理工作。我累得只想躺着一动不动的时候，他还有精力工作，感觉一天24小时都不够他用，钱真难赚。其实你不用抽出时间专门来陪我录制这期综艺的。你们连吃饭都要精确到分钟吗？习惯就好，你哥日常也是这样。我们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，会合理安排好每一分钟。想做成一件事，最基本的就是时间管理。谢谢，有被内涵到。像我这种早上能多躺1分钟绝不提前起的人，上班不是掐点就是迟到。幸好现在我实现财富自由了，不用当社畜辛辛苦苦打工。老婆，医生，我老婆怎么样？老公，没事。你吓死我了！伤得怎么样？痛不痛？我去找医生，让他给你再看看，所有检查重新做一遍，万一有没发现的小毛病呢？你呀，瞎担心什么？我就剐蹭点皮，你看。这位先生，你妻子没什么大碍，随时可以出院。医生，你确定我妻子身体没问题？万一有什么内伤呢？要不再检查一遍？都检查过了，真的没问题。你妻子真的只是擦破点皮，伤口都快愈合了。好的，谢谢医生，我们马上出院。要亲亲，要抱抱，还要举高高。我妻子找到了吗？她已经是1个星期了，我求求你们，帮我找到她，帮我找到她吧！请您放心，我们正在全力寻找。劳烦你再仔细想想，你妻子失踪前有什么异样吗？没有任何异样，她还和往常一样，笑着做好早餐。忘了，仿佛不在人间，悲欢离合的缠绵，记得。姐夫，姐姐她估计已经，你要振作，她不会希望你有事的。老板，公司现在一团乱，我知道你伤心，可公司不能不管啊。她是你的姐姐，我的妻子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对不起，我没办法，我真的没办法，除了她，我已经关注不了任何事。忘了我吧，忘了我吧，好不好？你可以重新开始，你还有无限的未来，你会遇到更好的人，看到更美丽的风景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不要再想了，不要再找了。忘了，仿佛不在人间，悲
先生，我们找到你的妻子了，她死于一场车祸。当时你赶去医院。这个不说，要不成天为死心啊！醒来，该醒来了。你陷进去太深了，再不醒，恐怕真的醒不过来了。多少次了？刚刚是第30次。原来我已经失去他31次了。开始吧，让我再次见到他。你别再疯了！我的本意是让你从伤痛中走出来，你却越陷越深，你把自己困住了，再不走出来就毁了。你不想想家人，想想其他挂念你的东西。公司我卖了，所有钱都留给了我们的爸妈。他刚离开的时候，大家都说节哀顺变，后来都让我别想了，都过去了。可我过不去，我过不去啊！所有人都觉得我应该好好过日子，可没了他，让我怎么好好的？一次次见到他，再一次次失去他，承受那么多次痛苦，我愿意，他值得。老公，快来！好啦，今晚陪你看想看的动画片啦。好，先去超市买零食，要薯片、可乐、爆米花。好，还要你抱着我看。好，不想要可乐，想要珍珠奶茶。好。演得很好。你也是。刚刚最后那一幕，我差点没绷住。我也是。谁让你入戏那么深？你刚才跪地哭戏的时候，我在旁边看着，都快被你带崩情绪了。缓一缓，别憋坏了。不过还好，只是演戏，不用真的体验31次失去。还好是戏。收工了，走吧，我们该回家了。手底下的人做事不省心，一直忙到现在。以往回家，老婆都在卧室，今天居然还坐在客厅等着，这就是回家有老婆迎接的感觉吗？太幸福了。我发现他那张冷峻的脸不是毫无表情，比如现在，好像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，情绪亢奋。这和我认知里的霸总很不一样。去掉有钱人的身份，妥妥就是个不善表达的纯情年少。霸总老公这么纯情，不会没谈过恋爱吧？不对。每个霸总不都有个白月光吗？
赫连泽怎么可能例外？我才不信，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。我不信一个20好几的正常男人没看过小文章、小视频。我就是纯情，就是没谈过恋爱，就是没看过那些东西。怎么了？碍着谁了？老婆，你今天还没睡啊？想搂腰啊？怎么不开口问我呢？说不定我就答应了。老婆，我可以搂你的腰吗？啊，声音太酥了，耳朵有点痒，身体都有点酥软，我不行了，该死的男妖鬼！可以吗？这实在让人难以拒绝，就亲近一下也不是不行。难怪那些相处融洽的伴侣喜欢拥抱，原来这么舒服，整个人被包裹着，特别有安全感。你今天很好看。老婆好美，好想亲。又是没亲到的一天。奖励你的。啊，好羞耻，脸好热，肯定红得跟猴屁股一样。老婆亲我了，老婆居然亲我了。没关系，今天已经有很大进步了，终于亲亲了。蒋策那边已经把你的出道合约拟好了，不用拍高强度的戏，直接你喜欢的商务和综艺，怎么样？知道了，反正我只拿钱不干活，你看着安排就好。我去，他看我的眼神也太深情了吧，心脏快要跳出来了，救命！明明是联姻，怎么越来越心动了？知道了，反正我只拿钱不干活，你看着安排就好。这张脸，这身材，还有这温柔劲儿，谁能顶得住啊？月月，你是不是有一点点喜欢我？喜欢，当然喜欢，何止一点点，我都快栽你手里了。可是好害羞，怎么说出口啊？我知道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。从第一次在婚礼上扇渣男耳光，我就喜欢你了。我没有。赫连泽，我好像真的爱上你了。赫连泽，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喜欢你。我知道，月月，我们再也不是联姻的关系，我们是相爱的夫妻，一辈子的那种。真好，原来被人爱着是这种感觉。赫连泽，有你在，真好。